寿命长短与喝酒有很大关系。调查11558名饮酒者，终于有了答案。亲朋好友许久不见，免不了一场增进感情的酒局，少喝几杯助助兴，应该没事吧？但是即便是小酌，可能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，对寿命造成影响。一项大规模调查针对11558名饮酒者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喝酒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呢？调查研究显示，寿命长短与饮酒有很大关系。研究分析饮酒对人体健康及寿命的具体影响。我国中部总医院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，对11558名不同年龄、性别的饮酒者进行了调查分析。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饮酒与血清 alpha klotho 水平之间的关系，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饮酒如何影响寿命的宝贵建议。alpha klotho 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衰老标志物，其水平与人体寿命密切相关。研究团队旨在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，探讨饮酒量与血清 alpha klotho 水平之间的关系，揭示饮酒对寿命的潜在影响。这项研究纳入了2007至2016年期间国家卫生科学研究院数据库的50588名受试者数据，最终有11558名符合研究条件的受试者被纳入分析。研究者们通过问卷调查、血液样本采集等多种方式，收集了受试者的饮酒习惯、健康状况及血清 alpha klotho 水平等信息，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，评估饮酒量与 alpha klotho 之间的关系。结果显示，与不饮酒者相比，即使是轻中度饮酒者的 alpha klotho 水平也明显偏低。而 alpha klotho 作为延缓衰老的重要蛋白，其水平的下降无疑会加速人体的衰老过程，进而影响寿命。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肌病，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。据统计，饮酒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比不饮酒者高出 20%到30%。酒精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不容忽视，它不仅能直接损害血管内膜，加速血管硬化，还能通过影响血压、血脂等生理指标，间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饮酒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重要因素。数据显示，约 90% 的肝硬化病例与长期饮酒有关。每年因酒精相关肝脏疾病死亡的人数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 3.8%。我们摄入的酒精物质主要通过肝脏代谢分解，如果长期大量摄入，将会给肝脏带来负担，严重时可能会对肝脏功能造成影响，诱发一些肝性疾病发生。长期饮酒与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密切相关，酒精摄入量每增加10克每天，患某些癌症的风险相应增加 6到10%。酒精在机体代谢后会产生乙醛，这种物质主要损伤我们的基因链和染色体。如果长期摄入，可能导致基因突变，增加某些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。它对我们的损伤是全方面的，尤其会损伤我们的脑部功能，对中枢神经也会造成严重影响。长期摄入一定会导致中枢神经障碍，这会使我们的记忆下降，还会使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下降，诱发老年痴呆等疾病，还可能导致其他脑病风险发生。研究明确指出，长期喝酒的人群比普通人群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高 70% 左右。酒精对神经系统的损害是长期且不可逆的，它会破坏神经元的正常结构和功能，导致神经系统功能性失调。饮酒还会影响判断力和反应速度，增加交通事故、摔倒和其他意外伤害的风险。约 40% 的交通事故和 35% 的家庭暴力案件与饮酒有关。酒精对行为控制能力的削弱，使得饮酒者在面对危险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。饮酒对寿命的影响是复杂且深远的，它不仅会直接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，还会通过影响血清 alpha klotho 水平等生物标志物，加速人体的衰老过程。为了健康长寿，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或避免饮酒，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。即使一滴酒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。柳叶刀子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最新成果。该研究深入探讨了饮酒与全因死亡及疾病特异性死亡之间的关系。这项研究涉及了 51.2 万名年龄在30至79岁之间无重大残疾的中国成年人，其中男性参与者超过21万人，女性则超过30万人。
在长达12年的随访期间，共有 5.7 万人不幸离世，其中包括了进行了特定基因分型的23457名个体。研究指出，即便是适量饮酒，每日10至20克，并不会对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等疾病带来积极影响，相反会导致这些疾病风险增加。此项研究通过遗传学的角度，为饮酒对健康的有害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它证实，无论是适量还是过量饮酒，都会增加全因死亡以及死于心血管病、癌症、肝病等风险。该研究强调，与不喝酒相比，适量饮酒并不能带来任何预防疾病风险益处。这项研究结论表明，即使一滴酒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。2019年的 GBD 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。这项研究不仅指出酒精是全球人类死亡和残疾的第7大风险因素，更在15至49岁这一年龄层中，将饮酒列为了头号风险。研究团队在综合了大量数据后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：酒精的安全剂量为0。这意味着无论饮酒量多少，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。3. 推脱不了的酒局，如何将损伤降到最低？方法1：合理控制饮酒量。控制饮酒量是降低酒精损伤的首要原则。根据自己的酒量和身体状况，设定一个合理的饮酒上限，一旦达到这个上限，就坚决不再多喝。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指导意见，男性每日酒精摄入量应限制在25克以下，而女性则应控制在15克以内。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是 40% 度数的白酒，建议男性不超过45毫升每天，啤酒男性饮用量不超过355毫升每天。女性代谢能力相对较弱，饮酒量最好为上述建议量的一半。喝酒时一定要慢慢品尝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代谢。我们还可以多喝水，可以帮助稀释酒精浓度，减轻身体代谢负担。方法2：选择低度酒品。在酒局中，选择低度酒品是另一个降低酒精损伤的有效方法。不同类型的酒品含有不同的酒精浓度，选择低度酒可以显著减少酒精的摄入量。在选择酒品时，可以事先了解各种酒品的酒精度，尽量选择酒精度较低的饮品。啤酒的酒精度通常低于白酒和红酒，果酒和甜酒往往酒精度较低，且口感甜美，更容易被人接受。在酒局中可以优先选择这类酒品，避免不同类型混合饮用，这很大可能会加速酒精的吸收，增加醉酒的风险，还可能加重其他酒精中毒风险。我们应尽量避免混合饮用不同种类的酒。方法3：适当进食以减缓酒精吸收。一定不能空腹饮酒，在饮酒前或喝酒过程中要适当进食，可以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，降低醉酒的风险。食物在胃中形成的保护层能够减少酒精与胃黏膜的直接接触，从而减轻对胃部的刺激。高蛋白食物肉类、鱼类等能够在胃中停留较长时间，形成有效的保护层。在饮酒前或饮酒过程中适量摄入这类食物，可以减缓酒精的吸收。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助于保护肝脏和促进酒精的代谢，同时它们也能增加饱腹感，减少饮酒量。方法4：利用解酒食物或药物辅助。在酒局中，利用解酒食物或药物辅助也是降低酒精损伤的一种有效方法。这些食物或药物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代谢酒精，减轻醉酒的症状。蜂蜜中含有丰富的果糖，能够促进酒精的分解和代谢。在饮酒后适量饮用蜂蜜水，有助于缓解醉酒的不适感。也可以服用解酒药，市场上存在一些解酒药物，如解酒灵、醒酒丸等。这些药物通常含有能够加速酒精代谢的成分，但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，以免产生副作用。多吃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，维生素 B 有助于保护肝脏和促进酒精的代谢。我们通过摄入一些食物或特定的药物，能够帮助我们代谢分解酒精，快速的将酒精物质排出体外，能够降低身体的损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药物或食物并不能完全消除酒精的危害，因此仍应控制饮酒量。方法5：注意休息和恢复。在酒局结束后，注意休息和恢复是降低酒精长期损伤的关键。酒精对身体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饮酒期间，还会在饮酒后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。
饮酒后一定要给机体一定恢复时间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有利于机体自我调整。如果饮酒后出现呕吐不止或头痛等情况，应及时去医院接受治疗。适量的运动对于机体代谢有一定帮助，同时也会促进酒精物质排出体外。这些物质长期停留在机体内会加重损伤，高效率排出体外有利于减少损伤。饮酒后不建议立刻进行运动，等到大脑完全清醒后可以进行活动，但不能进行刺激性运动或剧烈运动。饮酒会损伤我们的身体，也会对寿命长短造成影响。面对酒精，我们最好滴酒不沾，推脱不了的酒局。我们可以通过合理控制饮酒量，选择低度酒品，适当进食以减缓酒精吸收，利用解酒食物或药物辅助，以及注意休息和恢复等方法来降低酒精对身体的损伤。